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们会一起探索能量、灵魂跟宇宙的奥秘。因为呢，地球就像一场大型的游戏，你是玩家也可以是 NPC。可是如果我们升级我们的意识，你就能够从一个 NPC 转为一个很有力量的玩家。那我们今天要如何去升级我们的意识，成为一位很厉害的玩家呢？也就是我们来聊聊魔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还是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人会被魔法这两个字给框架那个定义。比如说魔法好像是得要做到一些，就是我咻一下蹦一下，它就瞬间改变物质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哈利波特就是这样演的嘛，就是一个魔法棒啊，然后我想要让这个兔子变成一只白鹤，就是好像讲个咒语就可以。但事实上呢，我们在人界也是可以使用魔法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21世纪、22世纪、2025年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对魔法这件事情已经渐渐转变成一个新的理解。举例来说，你们看哦，你们想到魔法，你们会想到什么？念咒语。念咒语还有吗？之前有写过一个笔记，就是我们出生都是魔法师。Okay. 但是因为被社会规范，就是遵循了社会规范，然后遗忘了这个魔法那你觉得那个魔法是什么？我们拥有的那个魔法是什么？就最纯粹的东西，最纯粹的东西。对 ，OK， 好，那立成呢？就是信念。你觉得魔法是信念？因为你只要决定你想要做些什么，你就能够创造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中生有的魔法，对不对？我觉得的确是。所谓的魔法呢，它其实不是那种在电影里面那种闪闪发光的咒语，然后也不是什么特效，它其实就是你如何去决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会如你所想的发展，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再讲的更白话文一点，你希望你过上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就能过上那样的生活，这个叫做无中生有，对不对？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过上，那个路径也还没有展开，可是我在这里很相信有画面、有感觉、有东西，所以最终无论是花半年、1年、2年，我都一定会让它发生。其实这就是魔法。魔法就是一个你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实相的过程，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你说魔法是显化吗？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显化？其实是的，魔法其实就是显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好好的聚焦一下，什么又是显化好了？对于你们来讲，显化又是什么？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对。那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想要的东西是很荒谬的？有。像是什么？变成亿万富翁啊！为什么很荒谬？对啊，亿万富翁荒谬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对啊，很荒谬吗？但是这个亿万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OK，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聊聊你的那一个所想要的是基于低频的能量还是高频的能量？也就是说，那个所想要的是欲望驱使你，还是你想要的是因为它是符合你的灵魂蓝图路径？这又完全不一样哦。举例来讲，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觉得显化那么厉害，那为什么你不能把植物变成水杯啊？请问你干嘛把植物变成水杯？请问 why？ 为什么呢？想喝水。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在抗拒显化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你好像讲的都那么厉害，那么神奇，那对啊，那为什么你讲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买充电器？我咻一下我的平板就充饱电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聊聊我们的意图了。你今天魔法它的发生其实是需要具备3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的意识形态，你相信的东西；第二个呢是能量场有没有饱满；第3件事情就叫做你的意图。这3者成立，你所想显化的，你想要创造的魔法才有可能会发生。讲一个最白话文的意思，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你相信的东西。你相信这一个植物真的可以变成水杯吗？不行。你只要不信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可是它在某一个平行世界有没有可能发生？我会跟你说绝对100%有可能。可是因为这个地球它又包含了太多的所谓集体意识，也就是说这个地球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游戏规则的限制，因为太多人无法相信植物可以变成水杯了，所以自然而然我没有那个意识形态啊，我这个意识形态不成立，我的思维不成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就是可能真的创造力很丰富的别颗地球、别的星球，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好，所以第一个叫做意识，第二个叫能量。能量是什么？看得到的所有一切都是。没错，所有的无论是植物，无论是我本人、我的平板、我的毛毯，它本身都自带着一股能量。所以呢，当你能够越清晰的能够解读你身边所有万事万物带给你的能量感，什么叫做能
能量感、情绪。举例来说，好，你看到这一个毛毯，你感觉到什么？温暖的感觉，温暖，还有吗？舒服啊。好，温暖跟舒服，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温暖舒服的感觉？你们两个同意这个有带给你们温暖跟舒服的感觉吗？有，我觉得是安全感呢。好，你觉得是安全感，因为你感受到它被包覆的感觉，对吧？所以呢，这个毛毯它其实有它的能量，可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读它给你的能量感而已。好，那我再举个例子，你们觉得这一个麦克风给你们什么样的能量？可以去唱歌，可以去唱歌，表达喉轮的能量，我可以输出，还有吗？专业的感觉。OK， 它是一个跟人之间建立媒介的很重要的东西，对吧？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解读得出来，这个东西叫能量。好，为什么我要说它叫能量？请问这个麦克风上面有写着“我能表达吗”这4个字？没有。它上面有写着“我可以拿来传递讯息吗”？没有，对不对？既然它没有一个具象化的东西说它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具象化，所以能量它就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东西，它都是心里的一种共鸣跟感受。所以很多人在进入身心灵的时候，会想要一直执着确定。好，你告诉我为什么有东西有能量？它就是感觉 feeling， 它就是一个感觉。所以你越相信内在的感觉，你就能够越跟那个能量的共鸣感对齐。OK， 好，意识形态、能量本身，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个意图。意图是什么？我可以决定它要变成什么样子。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很会玩魔法的人，但我也都不相信植物可以变成水杯。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它不可能会变成那样？没错，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植物有带给我们很强大的进化能量。好，我相信这是我的意识形态，我相信了。那植物本身的能量是什么？净化空间。好，净化空间，然后行光合作用，行光合作用可能会让我们的呼吸的空气、氧气是干净的嘛，对不对？这是它本身能量状态，还有它可能是绿色的，它可以疗愈我们心轮的能量。我读懂它的能量了，那我就可以去决定我的意图，要将这个植物变成什么样子。它摆在这里，可能就只是一个摆设。所以呢，我知道植物本身的能量，跟我相信它可以带给我净化的效果，所以我下一个意图，我希望这一个植物净化我体内的一切脏污。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可以，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魔法。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啊，我又看不见，你怎么确认就是它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在净化你的体内了？对啊，好，所以这就是大家会进入到一个盲区，好像我必须得要看得见。我们又回到刚刚的问题了，我好像要看得见，这个魔法才能够被发生、被实相跟定义。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大家，魔法的发生是来自于内心的共鸣。所以你闭上眼睛，好好的去感觉，现在这棵植物有没有将它的能量从我的顶轮传送到我的体内，开始净化我内心现在需要被净化的地方。这个感觉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可是很多人说我没感觉啊，没感觉就是因为首先第一步你不相信这件事，你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对齐了，所以当然你会觉得我没感觉。好，那我再举一个更具象化的例子好了，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很常在就是我的课程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我现在传送一个爱心给你们，我们来模拟看看。爱心有很多种形式嘛，对不对？好 OK， 我现在传一个爱心给你们，然后你们感觉这个爱心是什么形状，是什么颜色，是立体的、饱满的，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你们可以做一个感觉，我从我的心轮去传爱心到你们的眉心轮，然后我要你们接收这个爱心给你的能量感，然后还有形状、颜色跟大小，好不好？我先传送给你们。你会一起传吗？一起传，同时。好，我把它画下来。我们也要画吗？你们可以画那你们也来画一下好了。好，首先第一件事情，你们怎么感觉得到我传给你们了？自己想的。好，自己想是自己想。你说什么？就是感觉，一个感觉，对不对？但这个感觉有可能是错乱的吗？还是你内心很确定？我有收到，有收到，你很确定。OK， 那个确定是怎么确定的？无法形容无法形容，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共鸣感。那历程呢？有啊。那你怎么确定的？就是那个东西是从心轮这边往上的一个感觉。有共鸣感。对 ，OK， 然后这个感觉骗不了人，它不是想象出来的。OK， 那想象嘞，就会觉得好像是自己想的。你觉得有可能是自己想的？因为你只要一讲的时候，你就是立刻就会有想到那个画面。那到底是我自己想还是你传？所以我们才要交叉验证啊，因为爱心有这么多种、这么多个颜色，透由交叉验证可以去确定校准，这到底是我思考来的，还是我真正感受到的？所以等一下的答案可能的确会不一样，可是不一样
一样不代表说我没有传送你没有接收，不是的，而是这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可以去校准的地方，这中间肯定有杂质去阻碍能量的传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都觉得自己是麻瓜一样。因为那些杂质还在阻碍着我们的感觉，但就像你要想象，会觉得我没有很确定，我觉得那好像想象的，可是桑迪就觉得没有，我很确定。好，所以这个跟传送者有关系吗？没有，一半一半，但接收者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所以要怎么样去跟能量、魔法合作的很好，其实跟自己内在的品质有关系，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训练的。OK， 那我们来对答案。好，我先说我的哦，我传送的爱心呢是很饱满的，是厚的，很大颗的，立体的，是这样嘛？而且还很胖，超胖，因为它是就是圆滚滚的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尖的，它是那种圆滚滚的感觉。然后呢，我在传过去的时候，它的那个颜色是有一点粉色、红色、白色，在怎么讲交错嘛？就它不是一个饱满的颜色，它不是一个饱和色，它是一个渐层的，然后很厚，然后它是就是很大颗这样扑通扑通扑通。然后我给它下的定义是很火热的爱。是火热吗？就是很满，我就传得很满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所有的心意都在上面了。桑迪接收到的是什么？我可以接收到就是一样立体的，然后像泡泡一样，就是圆滚滚的感觉。对，没错。我看一下你画的。然后呢，你接收到的？我接收到是黄色，是黄色的。OK， 它的确真的有这个，就是有点白光、白立体感的那个白光。但是你接收到的是黄色的。好 ，OK， 那换立成。我介绍的是很像那个 emoji 但是它就是一样有反光，但是它是绿色的。那还有吗？你觉得你感受到的那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他就一直跟我说 emoji， 一直跟说 emoji， 我是 emoji 哦，对，就是 iPhone 的那个 emoji。对，他最喜欢 emoji 了。好的，那换想象。我写好像是一模一样你看他就连一模一样，还觉得好像是耶。好，我看一次，他长什么样子？我就是画比较圆的爱心，然后它是立体的，然后有渐层，然后是粉红色。是粉红色的，OK， 那你感觉到这股爱是什么？我感觉到起鸡皮疙瘩，这个爱太饱满。好 ，OK， 所以这个小小的游戏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说，魔法它真的在发生，可是前提是你有没有意会到它发生在你身上了。你看，我刚刚是设定很明确的意图，所以你们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天哪，瑞瑞真的送一颗爱心过来。虽然大家的颜色可能不一样，但整体的能量感是一样。那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我在我的与高我连结的课程就会讲到，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议题，就是怎么样跟能量这个天线怎么接受越来越清晰。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的与高我连结课，我就会说明。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接收魔法在你身上的感觉的能力，可是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感觉，它无法被具象化、具体化，跟你说我就是传一个爱心给你，像是打讯息一样，爱心 send 出去，好，我收到了，不是的，能量场的运作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可以校准一下大家对于能量的认知，我们在谈后面的很多东西，它才会慢慢变得比较有一个逻辑跟概念性，所以大家已经知道咯，魔法是会发生在身上的哦，那怎么发现这个魔法呢？内在的共鸣感。OK， 好，那在科学上是怎么去解释魔法这个东西的呢？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其实不外乎就是我想决定它成为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这叫做魔法，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在发生啊，比如说我决定我要成为卫疗愈师，那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最后你的结果是成为卫疗愈师，因为我现在就还不是啊，所以我才要做一个决定是我要成为卫疗愈师，那所以这个就是从无到有，从无变成有的魔法发生的过程。那你会怎么做？去上课。 OK， 第一步就是上课，然后呢？我会先想象那个画面。好，想象那个画面很好，还有吗？我会想要先了解自己。OK， 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路径都不一样？
对不对？所以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路径，它才叫做魔法啊，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路径出来了。我们以脑神经科学来讲，人的思维它其实是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神经网路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是有一定的可塑性。在科学上来，什么叫做可塑性？你可以改变它，改变什么？我刚有举个例子嘛。首先第一件事情，以前的我的意识形态会觉得我的生活只能由我爸妈来掌控自己，但长大后我看见这个世界，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才发现说没有自主权是在我手上的。所以我的意识形态转变了，我发现没有，爸妈根本掌控不了我，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过上自己的生活，对吧？所以当你意识形态转变到我有我身体的自主决定权的时候，你的思考、行为、态度、模式、感受就会开始带来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从被动到主动。所以神经是可塑性的啊，就像是疗愈师一样，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成为疗愈师，可是有这个路径是可以追寻的。可是当我决定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开始改变。 OK， 我要校准，我就是会成为疗愈师，那我就开始校准我的路径。当你校准路径的那一刻，你的行为改变的那一刻，你所显化、你所实相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所以能够明白这件事情，魔法就是如此的简单啊，不觉得简单吗？为什么不觉得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哦。比如说我想成为疗愈师，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对，那为什么想要确定时间？就会想要知道会不会真的成为疗愈师。好，所以这个东西又跟回到我们的意识了，你够不够相信这件事情？可是相信要怎么成立？看见啊，看见什么？已经发生了，就是已经成为疗愈师这样。可是你现在就是还没有发生。对啊，那在还没发生之前，你要先看见什么？先看见那个画面。好，先看见那个画面。那个画面会如何被建构出来？你的能力。 OK， 所以你看，我们又回到一个最源头了。如果你是一个够了解自己的人，那个画面会越来越清楚，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定位，你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当你知道我可以给予这个世界什么的时候，我才能知道那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疗愈师。那比如说我好了，我很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位拿起麦克风讲话的疗愈师，我知道我说话的声音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会成为一样什么样的疗愈师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当我开始拿起麦克风，当我开始把我所讲的话放在所谓的社群媒体然后传播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能够发挥我内在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我就可以跟循这个指标做看的，我最终会不会成为疗愈师，它也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我要往那个我会不会成为疗愈师的路上不断的往前，最后我会成为我自己。疗愈师只是一个标签，疗愈师只是我其中一个身份，但我还是我自己。所以想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说我想要成为某一个人，我想要成为某一个状态，可是那个状态也许不是你，不是你要的，不一定是你想成为的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很模糊。那你真正想成为什么？你就是想成为你自己，可是更多可能性的自己。我有没有可能？你看，我过去创业那么多次，我曾经是一个甜点师，我曾经是一个剪辑师啊，我曾经做行销，我曾经做公关。可是我此刻做一个疗愈师，会抹灭我过去的这些身份吗？不会。也不会，我也不会说疗愈师是我现在的身份，我会说疗愈师只是一个我现在目前的其中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又回到一个很源头的东西，就是你想决定成为的样子是什么，它也会影响到你对于一件事情理解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OK， 也会影响你够不够相信自己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相信是一切能量的源头，可是相信是基于你知道你是谁，相信不是盲目的相信。盲目的相信就跟我刚刚举的例子一样，我就是相信这个之后会变成水瓶，它会制造水，源源不绝的水。其实你内在这里根本就不相信，可是你会觉得啊，不是有魔法吗？那我就要相信啊。那个力道不够，因为我干嘛要把它变成水杯？我找不到我跟这件事情的连结的时候，你当然信念就不强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想要成为疗愈师，可是我不相信我会成为疗愈师。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成为疗愈师，你跟疗愈师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熟，所以你没有饱满的信念能够理解那个概念。所以魔法一切的发生都是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所以为什么要一直提升我们的意识？为什么这个频道一直在强调提升我们的意识？因为当我们能够越知道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之后，你的意识形态就会变得更清明，变得更清楚，你的意识形态就会变得更广，那自然而然你所相信的信念就会一直被加进来。原来这是有可能性的，原来这是可以被发生的，原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意识形态定位了，了解了自己跟这个关联之后，所有的魔法就一定会发生，因为你相信。我们可以来聊聊量子力学。你们有没有听过观察者效应？在做量子力学的实验的时候，
你们所理解的观察者效应是什么？已经忘光光了。已经忘光光了，只是听过是不是？听过，就是看的时候它是那个样子，可是当你没有注意它的时候，它是没错，地层是没听过观察者效应。没有。好，量子力学有一个很典型的实验，也就是说，他把2个粒子放在一个屏幕上，一个空间上，他就发现说，这个粒子在没有被观察的时候，它的移动路径是这样的。它就是呈现一个各种波，然后很多干涉，也就是说，这个粒子它是可以存在很多种可能性的，它是没有同一个路径的，在你没有观察到它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就把粒子打到荧幕上嘛，当我观察其中一个粒子的时候，它就瞬间有个很清晰的路径出来。可是当我不观察这颗粒子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好，这个观察者效应是什么意思？很像思想吗？你如果没有专注在一个思想上面的时候，你就有一大堆的思想这样乱跑。没错。我想成为一位疗愈师，它这个叫做我想，但没有叫我要，我确定我会，这个差别就在这里。OK， 当我想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乱跑的粒子，你没有专注这个能量，你只要不关注这个能量，它就是一直这样。好，我想，那我有很多种可能性。可是我只要开始关注这颗粒子的时候，我要成为一位疗愈师，它就会有个超明确的路径跟你讲说，好，成为一位疗愈师就是 ABCDEFG 这条路径走下去，你就可以成为疗愈师。感觉就是要聚焦。没错，你要聚焦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可是我要怎么聚焦？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Yes， 没错。所以所有的能量都是回归到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够不够了解自己，你够不够认识自己，你够不够爱自己。当这些所有东西成立了之后，你就会活在你的灵魂蓝图道路上，你就会像一颗粒子一样被观察着，我就很明确的路径就会出来了。可是那个很明确的路径也并不是说你只能这样，你人生当中会做很多个决策，可是如果你每一个决策都有一个很清晰的路径，你就会发现你人生当中其实不太会有太多的困扰。可是那个困扰不是说你就不会经历一些狗屁倒灶的鸟事，只是你会发现你会很明确的知道你要走这条路，就算有很多阻碍，它都不会阻碍你往那条道路上去前进，你就会变得很明确。这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也是能量学的基础，所以能理解了。而且你知道吗，在量子力学啊，就是粒子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质跟波，它是一个很有潜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想让它变成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严格来说呢，魔法它的发生其实就是发生在你想决定它成为什么样子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的意识会直接的决定这个实相的形成，就像是一句话我爱你，这句话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不同。你看我爸爸对我说我爱你，男朋友对我说我爱你，请问这是一样概念吗？不一样。可是明明就是我爱你这3个字，哪里有不一样呢？就是感觉不一样。没错，所以定义一件事情呢，永远都是你这里是怎么思考的，你这里如何想的，它就会变成你的实相。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逻辑概念就是所有能量的基础。因为量子力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实相它不是固定的，它是充满无限的可能的。当你有意识的去观察去聚焦它的能量想成为什么样子，它就会把某种可能性拉到现实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谈的意识会介入能量场。这句话有不懂吗？听不懂。那理解啊，听不懂。好，你看小南听不懂。好，意识介入能量场的意思就是，就像心理学所讲的嘛，你专注于某种意图，你自然而然你的专注力、你的情绪、语言、行动就会跟着对齐，它就会触发一个东西叫做自我实现预言。理解哦？你多相信它，它就多会发生。所以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就是说，我越聚焦，我就会增加它发生的几率。所以我的意识越聚焦这个东西，它就会直接影响这件事情的本质。那这样不是执着吗？好，执着又跟这个我确定我要什么差在哪里呢？好，我来讲一下哦。执着呢，它是带着很多沉重的情绪的。好，什么叫做沉重的情绪？我想成为疗愈师，我们就回到这个问题。我想成为疗愈师，它带着轻盈的情绪，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想成为疗愈师的画面感是什么。那个画面感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轻盈的。好，如果是轻盈的，恭喜你，那个的确就是你的灵魂蓝图道路会走的那一条路，不会骗你啊。就像是我收到一颗爱心，就跟我们刚才收到一颗爱心，是轻盈的收到还是很沉重的收到？就这个感觉不会骗你。可是如果哪怕这个感觉都带给你沉重的想法跟思考，那这个就会被归类为执着。一点点都不行吗？比例。如果你是对这个东西有企图心的做这件事情，这样也会被说成是执着吗？我们那天还在聊企图心这件事情。
企图心的确带着一股强烈的执念，某种程度是这样的。有企图心很好，可是有人的企图心是我不完成这件事情，我好像就什么都不是。又或者是有些人的企图心是我一定得完成，你不觉得企图就是有一种我一定得完成吗？可是那个一定得完成，你们觉得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沉重的。没错。那这个东西就是沉重的聚焦。那沉重的聚焦这个意图，宇宙不见得会帮你完成，因为它不符合你的灵魂蓝图的路径。OK， 所以我才会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能量它最终都会被解释为情绪。但当我们越能够理解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越了解自己。我们越了解自己，我们也能够越了解你身旁的能量情绪。那你就越容易可以轻易的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子的能量感，它是目标还是执着，它是我该聚焦的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力量去完成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自我对话太重要了，就是你做越大量的自我对话，你才能够越明白这件事情至于你而言的意义跟价值所衍生出来的情绪、情感跟能量反应。理解？理解，但是好难。你说什么？理解，但是好难。为什么很难？先了解自己的情绪。对啊，了解自己情绪太难了。如果你真的在很生气的时候，你在当下，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不是在生气，你通常第一个回答就是没有啊，我哪有？我觉得这可以聊聊。今天早上早上的时候呢，我就要跟我妈分享，就是说我体悟到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察到的东西，然后我妈就这样子，对啊，那既然都要觉察，那我们就一起来觉察好了，是不是你太急啊？直接，我就说妈，来，你先闭嘴。我就知道他这句话已经带着一点攻击性了。我知道我不爱听，因为他传递给我的能量不是觉察，而是批评。对，批评、批判跟掌控欲。然后我就说来妈，嘘，闭嘴。然后我妈就这样，宝贝，你要面对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你看你既然都觉察到了，那我们就来看，你看啊，对啊，然后然后我就闭嘴，我就开始哭，我觉得好委屈哦。我也没跟他讲，我就心中有很多情绪跑出来，我心里就想说，妈，我都已经好不容易消化这件事情，好不容易得出我的体悟跟我的觉察了，可是你没有要陪我觉察，意思你在批评我，我都已经这么难过了，你还要再就是批评我两下，你哪意思？然后我妈就很白目，她说，对啊，那宝贝，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我说我现在心情被你搞得很糟糕。然后我妈就说，对，我有感觉到，对不起。事后道歉。对，她就当下就跟我道歉，那我就开始一直爆哭嘛，我就很委屈，那个情绪好委屈。然后我在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妈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她并没有问我说你还好吗？你怎么了？然后你干嘛？而是她就是在旁边就是默默的陪我，然后让我哭完这样子。然后我在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确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为何有这些情绪，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个情绪、这个哭泣、这个眼泪是哪里而来的。我觉得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它真的是一个日常要去培养的东西。你尽管在很难过的时候，你都能够把自己的意识抽高，然后去问自己说，月月，你现在的哭泣是什么情绪？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现在的反应是因为你内心哪一个东西没有被安抚？当那个时候我妈让我哭了一下子之后，她就说，你告诉妈妈，妈妈可以怎么改变？我妈也知道她做错了嘛。她说你告诉我可以怎么改变。其实我内心有很多想法，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也还没有整理完。我要改变你嘛？我为什么要改变你呢？我就有好多好多的觉察出现，所以最终我是没有答案的。可是我知道在这个整个哭泣跟觉察的过程当中，我明白了我的情绪源头。所以最终我梳理一个情绪，是我为什么觉得被触发，这个情绪为什么被触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我妈妈有期待。我会觉得说，你是我妈咪，你应该要很了解我，可是你居然在最了解我的时候把这个了解拿来捅我一刀，还是理解我把刀放下，就是我对我妈妈有这个期待。所以后来结束之后，我就跟我妈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因为你是我妈妈，你同意这件事吗？我就跟我妈讨论，然后我妈就说我说好，你同意了吼。那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是你不能知道我的伤口在哪，然后还戳我一刀，就是他是不能做这个角色，我的价值观当中，所以我就会把我的需求跟我妈讲，我就问我妈说，那你同意这件事吗？我妈就说好，那我下次不会这样了。我说好，那我没事了。我应该跟我妈讲话讲半小时吧，就短短半小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把当下的情绪就处理好。其实我当下也冒出很多情绪，我当时想说完蛋了，我要录 podcast， 我这个脸要怎么录啊？好吧，那不然我等一下可以干嘛？就是会当下想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所有一切，从我是人类月月角色抽到我是灵魂月月，因为谁在哭？人类月月在哭，但我灵魂月月本质没在哭。你就要在当下把自己变成一个玩家，
然后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你很多东西就可以在同步的时候被梳理得很好。可是这个来自于我日常就很爱觉察自己的一切，我日常就很爱觉察我的情绪，所以我可以为每一个情绪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也才可以用这样子的状态去疏通很多情绪上也好，感受上也好，行为上也好的一切。所以你说，那当你觉察到你有情绪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气了，可是你就要忍下来吗？还是你还是要我就哭啊，发出来？我觉得要发出来。可是他的发不是有很多种，你说对着别人骂这样，就比如说我发出来的反应是哭啊，然后有些人发出来的方式是骂别人啊。骂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去抽离。就像是当下，我也一定很想骂我妈脏话，我一定很想骂我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我就很想要让他自我检讨。对呀，就是会希望对方要好好给我检讨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可是我当下尽管有这些情绪，但我没有表达出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叫抒发，这个叫做我想要当一个受害者，它不叫抒发。因为真正的抒发是情绪的流动，但是我想要骂别人，是我把情绪丢给你，要你为我负责任，这个是完全两件事情。所以自我修炼就是这个样子啊。所谓的自我修炼，就是你是否可以让一切的情绪允许被出现的时候，你还依然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害你的，别人影响你的，别人对你干嘛的，而是把一切的焦点都还是放回在自己的内在当中，就很重要。了解。OK， 所以呢，我们就谈回来，所谓的魔法，最终很会使用魔法的人，都是很了解自己的人，很了解自己，你就知道你能召唤出什么，跟你能改变什么，而实相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发生。人生当中改变我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从匮乏的意识来到丰盛的意识，也就是说，我所谓物质上面的呈现吗？物质的表现，就是我在以前的时候，我是一个极度月光族，我赚多少钱我就花多少钱，我这个月赚8万我花8万，下个月赚10万我花10万，然后我有3万我就花3万。我以前都觉得说我只是月光族，我就只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我对金钱有种执着，我忍不住我的小手手想要去买一些网络上的东西。我以前就一直往一个很表象的方向去定义我的这个行为，可是后来当我发现能量跟意识的存在的时候，我就回过头来去思考什么样的意识可以让我很有钱，因为我改变不了表象啊。表象是什么？我就是很爱花钱，我就是对于一些小东西很有执着，我就是喜欢买植物，我就是喜欢这些。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不改变我的支出的情况之下，我的收入变得更多？那收入变得更多的前提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想有钱的人是怎么思考的，那我就开始翻大量的书籍，什么穷爸爸富爸爸，底层逻辑思维杠杆，然后斜杠青年，我相信就是这些书大家都一定听过，我也是读到一个不能说读烂，但是我必须得说我当然也都想过，就是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去变成一个有钱人的。然后我发现这些书全部都在讲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有钱吗？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所以相信就有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想那个相信是什么，穷匮乏它的反面又是什么？我发现匮乏的反面叫做丰盛，然后我就开始去理解丰盛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开始打开丰盛的异世界。以前我就只是想尽办法让自己不匮乏，可是我没有在创造我的生活。所以当我发现 OK， 我要改变的不是我要如何让自己省钱，我要改变的不是我要如何让自己不匮乏，我要改变的是我要打开我对于丰盛的异世界。所以我开始大量的去阅读，我就换书来看《创造金钱》这本书，丰盛灵气。我就开始去想，好，我现在不是要去抑制我的理财能力，而是我要创造。所以当我打开这个异世界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原来丰盛的能量状态是这样。所以我开始跟丰盛能量相处。好，举例来讲，最好的丰盛能量是什么？助人，你帮助别人，你看你帮助越多人成功，你就越成功。你帮助改变这个世界越多，这个世界给我回应就越多。我才发现说，我以前都只想着我要怎么让自己有钱，但我忘记了真正的丰盛意识是合作，是饱满，是丰盛，是大家一起好。因为大家好，集体意识好，你就会跟着好。所以我看见我帮助一个人成功，我就越开心，因为我知道这个叫做丰盛的能量跟意识。所以当我开始转变我的模式，我赚钱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我赚钱是为了别人的时候，我光是转这件事情，我的收入就翻倍，我的生活条件也跟着品质变得更好。但甚至是我跟你们讲，我发现一个更惊人的事情。什么？我收入翻倍之后呢，我支出比以前少，因为丰盛的意识打开的时候，自然而然不会去做匮乏的消费行为，所以它是转动的。可是我以前都只专注在我要怎么停止匮乏的消费行为，但我才发现你真正丰盛的时候，你的消费行为会改变。所以内心丰盛之后，你自己本身也会没错，它那个转轴是一起整个转动的。所以所谓的魔法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就今天其实要谈论的内容跟我一开始准备的内容一点
一点关联都没有。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延伸，我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魔法的基础其实就是你自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我要魔法，那我要学很多工具，我要学灵气，我要去学动物沟通，那我要学西塔疗愈，我要学阿卡西记录，我好像就会魔法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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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魔法还是源头于你这里的东西，然后这里的东西会改变你的行为、态度、思想、模式，所以你的实相才会跟着改变。你不会因为你会了魔法，这里就丰盛，就完全是两件事情。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讨论说，我们要怎么相信自己是充满无限的可能的。只要你能够去了解，这个一切都是能量的振动频率所影响的，所改变的。所以魔法会所谓的魔法，你有清晰的意图，了解能量的运作，然后并且你的意识也能够跟得上的话，会魔法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呢？第一个，你有清晰的意图，并且用语言表达、行动、仪式去聚焦之后，你就把能量波压缩成一个具体的实相，变成一个事件。当你知道魔法的运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愿望会更容易被实现。也就是说，大家知道显化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吗？之前有一个网友就问我说，月月显化会不会消耗我的功德？因为好像显化是要拿东西去换来的，你们觉得是需要的吗？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是你自己想的。 OK， 好，有抓到一个重点，因为你显化的东西是你的。好，什么意思呢？显化它其实核心的逻辑是，你把你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所以那个就是你。你不是拿自己的性命经验值去换什么东西回来，你也不是拿你的糖果去换我要这一棵大树。也就是说呢，你想要的实相的振动频率可能是这样的，可是你现在振动频率是这样。可是你想到就代表说它一定可以被发生，所以你想要的东西要怎么跟你吻合，就是改变你的振动频率。当你们的振动频率都变成一样的时候，它才会被发生。所以显化就只是它本来你振动频率有一天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自然而然能量对焦了，你所想要的东西就会被发生啊，就会被具象化出来啊，对吧？OK， 就不是的，不是，你不是交换来的，显化是振动频率，所以显化它其实不是换来的，它就只是把你未来会发生的状态，你提前对齐了它的振动频率，所以它本来就是你的 OK， 只是你以为它要很久才会发生，但它事实上一下子就可以发生在你面前，没错。所以呢，当你能够会所谓的魔法的时候，它也能够让你知道，你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人，而是你可以去创造，你去参与整个能量的流动，你不再只是想说哈，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吸收这颗植物的星光合作用。没有，你三个东西聚焦的时候，它立马就可以帮你星光合作用，所以它就可以让你主动的去决定你的生活要需要哪一些能量的参与。当你会魔法的时候，你内在心态会有个很深的转变，就是从受害者模式变成创造者模式。我永远都觉得是因为你害我变成这样，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是因为谁谁谁谁谁谁，并不是的，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意识形态，从我认为我的决定都是别人做得到，我明明就有能力主动创造这些东西。所以从一个受害变成创造，你就会跟宇宙连接得很深，你就会让你觉得你是永远是被宇宙大自然的力量连线跟支持着的，那自然你的生活就会自带幸福感啊，你的生活就会觉得哇，好像没有什么阻碍真的阻碍得了我，你就会真的变得无限的可能。所以无限的可能再次强调，不是把一个植物变成水杯，无限的可能是落实在你认为生活上的应用的。所以讲这么多，魔法呢，它并不是等于说你今天说了一个咒语它就会发生，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明天中乐透你就能够中乐透，不是，它就是一个调频的技术，从清晰的意图到信念意识上的强化，到你想要的实相是否符合你内在清晰的感受。所以最后你会发现魔法它不是变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显化，变得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踏实，最后你会有一种跟宇宙合作的信任流的感受。 OK， 好，所以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没有。你说什么？没有。所以回去之后你们知道怎么用魔法了吗？感觉就是把自己的频道用的越简单越干净越好。 OK， 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心无杂念，把杂念清干净好，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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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无杂念要怎么做到？其实就是拓展你的意识形态，就像是我刚刚讲的，我聚焦匮乏到我聚焦丰盛。所以我们永远要知道你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去聚焦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去了解这个生活形态，从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到他们是怎么生活，到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其实都是可以从模仿变成你的东西，它很简单。所以我才会说环境很重要。当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先去看你的环境是这样的人了吗？如果不是呢，跑，赶紧跑
拔腿就跑。如果你未来心中也许没那么明确，可是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把我的权衡利弊列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个环境服务不了我要的能量，那你就赶紧跑。但是如果这个环境符合你的能量，但你还没有成为这个样子，我们要去思考什么？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意识。对，这是你真的要的吗？因为如果那是你真的要的，你的行为会跟上啊，你的行动也会跟上啊，怎么可能会不跟上呢？所以自我探索真的是一直以来要做的事情。你足够深的自我探索，你就更会精准判断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什么东西是你不要的，什么东西符合你的能量场，什么东西不符合。OK， 所以最后呢，我们来抽一张指导灵神谕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来抽一张对抗，我们抽到了这张牌叫做对抗，它下面的小字是让步、公平、民主、中立。魔法的本质是什么？意识、能量、意图。好，调频。魔法的本质就是你调频的能力，你自我调频的能力，对吧？为什么我们在这一集会抽到对抗的卡牌，也是要提醒聆听这一集的 Podcast 听众说，其实我们即将要有一个转化的能量，要引导你去觉察。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识形态会觉得我必须要努力压制跟打败什么，但是真正的魔法不是要去对抗这个世界，而是在每一次的冲突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去想到说，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创造什么，才能够对齐我真正要的东西。因为人很有趣哦，你唯有感觉到抗拒、感觉到冲突、感觉到不舒服，你才会停下来思考自己要什么。这就是人类很有趣的游戏机制。可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这些不舒服当中都去想，好，我要聚焦的不是这个不舒服影响到我什么，而是我要怎么样去跟这个不舒服合作，它在激发我什么样的能量，它在让我看见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对抗是一个看似好像很负面的东西，但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唯有也同样跟这个负面的能量合作，做朋友，我们的能量才会真正的饱满。我们的情绪反应不会只有高频，它一定是有低频。高频跟低频混合在一起，然后找到一个你自己内在心中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整个人会离了解自己更进一步，而不再只是用二元的方式去觉得说我应该要成为一个正面高频的一个样子，而是所有样子都可以成为你自己。那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两股能量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所谓的真正的调频，就是我能够意会到现在低频能量出现了，所以我要调频，我能意会到我过度高频了，所以我要调频。所以调频的能量都是不对抗你内在的黑暗面开始。所以这个卡牌也要给你们祝福，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以爱为基础，然后勇敢去设定自己的界限，去抛下那些不符合自己的旧的模式，然后跟自己灵魂频率相符的道路往前。所以想要跟所有的听众讲，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让我们一起升级吧。祝你今天在这个地球玩得开心，拜拜，拜拜，拜拜。